大家好，人类都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来的。两个人相守的日子，注定会大眼瞪小眼，两看太无奇。没有人会去预见往后别离的日子。然而呢，两个人别离的日子当中，反而成就了悠悠绵长的牵肠挂肚和相思等待出来，等待着彼此重逢的那一天。这就是情感的化学方程式和相互作用力了。王一博注定想不到，他的别离居然让另外一个人同时背负起来了寄望和失望。赵丽颖也想不到，他的同框居然让另外一个人变相产生出来了迷茫与慌张。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上行的世界让人可以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下行的世界让人难免绞尽脑汁，手足无措。在中国整体的大环境都变得越来越捉摸不透，越来越朝令夕改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变得紧张与慌张起来了。毕竟内卷与躺平不可兼得，主流加上顶流，依旧在热爆整个娱乐圈的王一博，注定会是首当其冲的那一个人。所谓人红是非多，王一博的黑材料果然如约而至了，果然又再爆了。王一博早年和李文翰甜蜜互动的照片与视频，突然之间又被人集体的挖坟了。青梅竹马的 CP 老梗又再次的被热炒了出来。而且呢，黑粉们带节奏的目的也不再是遮遮掩掩的欲语还休的那一种套路了。通过黑粉们劈头盖脸般的文案操作，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可以轻易的看出，王一博刻意卖腐、恶意吸粉的流量操作是这次黑粉主攻的方向来的。两个当事人的互动说白了就是男团成员常见的那一种打打闹闹、开心恶搞而已。即便在当年，也注定没有什么人会去较真儿，会去认真的，更加会没有人会把玩笑、胡闹这些趣味点当成了证据和实锤的。当然了，对黑粉而言，要扳倒一个人的话，极简的方法就是无中生有，小事化大，大到社死了。陈情令的爆火让这些单改历史男男题材都正正式式的成为了王一博挥之不去的流量原罪了。因此呢，这种恶意搞垮王一博的操作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他的杀伤力即便不会马上见效，然而呢，这种没完没了敲边鼓的纠缠的方式，其实就是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去挑逗、去刺激，并且呢，最终引爆权力机关的注意力和关注度的。去年连续几个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社死成功的案例，都是这么一种手法的暴力复刻、直视翻版来的。因此呢，只要艺人们的团队够强、够野、先知先觉的话，而且呢，战斗欲望异常强横的话，那么最终化险为夷的反杀案例也是有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话题新闻我都已经是讲到自己口干舌燥的了。所以呢，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新闻我对赵王团队的硬刚观点和硬核论调。无独有偶的是，王炸弟弟无妄之灾天天继续的同时，王炸姐姐那一边也少不了一些相当烧脑的黑粉们刻意带节奏的，而且是诡异不堪的思维曲线。之前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已经是独家硬核深扒畅聊过了赵丽颖在5次晚会当中各种的傲娇和出彩，结果呢，您猜也猜不到，就连
无惧烧脑的新闻我也是万万想不到，黑粉们的脑洞居然连这场5·4晚会也不放过，也能够烧出洞，能够玩出花。要说现在的这个王一博和李文翰都各自各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很多古早的玩笑话题都已经是风香风尘，失去了水分了。而且这两个大忙人的日常都是一天恨不得掰开2天来使的模范既视感来的，谁还有空去琢磨那些互关 CP、卖腐求粉等等等等的上古套路呢？正常人用自己的脚趾头去思考都会知道了，这两个人甚至连同场的机会都没有了，谁还会去上杆子去申请清朗风暴，或者社会主义铁拳砸在自己的头上呢？王一博这一次被古早挖坟墙追着跑，说白了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王一博除了发面馒头的花式物料之外，被人反反复复实锤死磕之外，其实他实实在在已经是没有了任何被人拿到了实锤、被人追脚抹黑的尬黑痛点了。当然了，他的团队压不住这些日日翻新的炸坟的动作和烧脑的曲线，也是值得脑回路清奇的新闻我另外开篇个10回8回的去好好的总结一下了。玩大姐姐赵丽颖在2022年的这次5·4晚会上跟陈伟霆同框，后者呢真的是没有带出任何磕糖、任何吃瓜的趣味性话题出来。在新闻我永恒与众不同的视角当中，他的那些趣味性反而更多集中在了他那不苟的发型和无趣的套装上。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这两个人以及背后的那些真真正正的亮点和趣味点的。问题是，这对老九们的老 CP 让不少的老粉丝们开启了热议的同时，居然自动触发开了一大波赵丽颖黑粉的烧脑想象力出来了。而这些无限烧脑的想象力居然让一位无辜的漂亮女生顺顺利利的成功的躺枪了。2022年的5月18号，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招商会上，官方隆重的官宣了新的天天向上的主持新阵容出来了。除了那个雷打不动的汪涵之外，西藏小同胞丁真赫然的出现在了主持阵容的名单当中了。请注意，这个丁真可是个连小学都还辍学的00后来的，他的主持人的证书明晃晃的，压根儿就无需脑补的了。那么大家还记得王一博被人反反复复诟病最多的，而且是举报最多的天天向上主持资格证的无奈实锤吗？话说王一博离开了天天向上之后，天天向上就开始天天向下了。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的统计，在刚刚过去的5月7号到5月13号的期间，天天向上以相当惨情的 0.321% 的收视率位列地方卫视晚间首播文艺节目的第8位。而根据云和数据的统计，差距那就更大了。在今年第一季度全网电视综艺有效播放霸屏榜当中，天天向上居然连前20都进不了了。于是乎，天天向上只能通过不断的换血，寻找出下一个的炸点，
或者说下一个的王一博出来。然而呢，想当然容易了，谈何容易呢？说到这个丁真到底又是何方神圣呢？他到底有没有王一博的流量、魅力和潜质呢？话说2020年的11月11号，丁真的一条仅仅10秒的短视频，转瞬之间就获赞276万，评论转发量呢高达13万之巨。如此超高的人气和逆天的流量，您猜猜看，背后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呢？好玩的是，这个密码不烧脑，答案超简单。这个丁真就是简简单单的凭借着他那毫无修饰、毫无铜臭的无尘无瑕的笑容，雷霆爆火，闪电破圈了。因此呢，2年后的今天，天天向上押宝了这么一个丁真，就是想让无杂质的这么一种异类的感动，能够再一次的感动一把那些流失当中的客户，包括那些宝贵的耶波客户以及广告客户。当然了，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也另类简单的总结出来了另外3点出来，欢迎与您共同探讨。同时呢，也格外的欢迎您分享一下您对赵丽颖的共鸣与共情，因为这个赵丽颖实实在在是太冤了。简单的一次同框，居然让她成为了黑粉们口中的那个插足陈伟霆幸福的小三了。黑粉们的论调说白了很烧脑，已经是可以烧脑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了。首先，赵丽颖陈伟霆5次同框之后，黑粉们就一致的炮轰赵丽颖不是个善类。这些黑粉们这样说，自己明明是个吃过感情亏的离异妇女，现在竟然还恶毒的跟何穗的未婚夫陈伟霆去热炒老九门的 CP。 还有呢，这种把自己的流量建立在其他女人伤口上的操作，真的是土中最茶，人中最婊。说到这怎么样？恶毒的文案文稿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说白了，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文案，先我一路都在深扒过不少了。欢迎您一道去人神共愤一把吧。有趣的是，黑粉们其实也说得很明白的了。赵丽颖自己都吃过这种感情之苦，离异之痛，主观的层面，她压根儿就没有一丝半点插刀插足何穗的心思意念。而且呢，关于这个陈伟霆，先我也曾经聊过多次的了。他如果没有大外宣急需的那一种爱国爱党的港星的身份和光环的罩体，他的流量和水花其实和现在的香港的地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去拔高这个陈伟霆以及去踩低那个赵丽颖，原理也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呢，就算真的现在的这个赵丽颖已经是糊到急需一个 CP 去维持自己的热度，去打救自己的颓势的话，他也不可能主动去捆绑陈伟霆这么一个自身难保的下下之选的。话说陈伟霆和何穗相处的日子当中，彼此二人之间的八卦一直都特别的多，双方的事业呢和热度呢，其实都没有呈现出预期的那一种
1+1大于2的情况出来，甚至呢还涌现出来了大量的1+1小于1的情况出现。因此呢，这一回黑粉们集中火力的欲加之罪，对赵丽颖的影响基本上是为零的。因为另外一边厢，王一博早年和李文翰的甜蜜互动，相比之下都还能让黑粉们看着图说话，去脑补造谣的。这下滑当中的陈伟霆和上扬当中的赵丽颖之间的距离感和差距感，压根儿就不存在任何想象力的空间。所以呢，真相其实都逃不过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的火眼金睛的。同样的，天天向上押宝丁真的动力也是非常存疑的。其一，丁真的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流量，而这种流量到现在为止依旧还是基于他那脱尘脱俗的笑容。天天向上的节目组虽然有意让这个丁真去替换王一博的位置，然而呢，丁真爆火2年来，连普通话都还是说不利索的那一种。对比那个话少但是呢活多的王一博，丁真手头上拿得出手的那些看家本领、家伙事儿什么的，除了真正的骑马之外，貌似为零了。而且呢，在目测范围内，他也基本上没有主持证的刚需护体。试问他如何能扛得住主持人的巨大的压力和任务的挑战呢？其二，丁真的隐形的价值就是梦想成真。从极其普通的藏族小伙儿，一跃变身成为了万人迷大明星，这个丁真实在是活出了亿万人所想要的那个模样出来了。然而呢，资本的推手无疑才是最大的推手和最后的赢家。所有爆火的人最终能够走多远，无疑最终还是要靠自身的资质、天分和不断的努力的。王一博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生人板。运气这玩意儿是不可能一直都陪伴左右，巨幅画煞的。而且呢，说白了，对于那些热衷于投资运气的资本而言，普通人的梦想嘛，就是块用完即弃的擦脚布而已。说到这，相信新我这一回的这句铁口畅聊胡思乱想，注定会成为一些人不高兴的痛点的。其三，天天向上最想变现的其实就是丁真现在依旧不减的人气热度。话说这位丁真摇身一变成为了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旅游宣传大使之后，肉眼可见的丁真的爆火走红的确的为他的家乡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了。当地的旅游经济一下子就大火了起来，而且还经久不衰了。这就是人气了，这就是人气真金白银的变现能力了。当然呢，节目组的小心机归小心机，新我一眼就能够观七了。然而呢，大环境却是不可逆的。大环境的走弱已经由不得14亿的想象力了。云和数据最新的显示，今年1季度全网综艺累计正片有效播放量为59亿，同比下滑了 33%。其中电视综艺、网络综艺下滑的幅度居然都是惊人雷同的 33%。
芒果 TV 的有效播放量整体不足10亿，同比下降呢，依旧是30%之多。因此，作为国内综艺老牌最强军的湖南台，周末的王牌综艺已经是颓势尽显、惨不忍睹的了。这次新阵容当中加入了这个王一博 9.0 这个丁真，能否真真正正的救火救场，还是要继续问天打卦的。有趣的是，天天向上居然还想把节目内容升级为年轻潮流文化与复古文化碰撞的脱口秀模式。这么一种新的考试的模式，连新闻我听到之后都会感觉自己腿肚子发软了。知识储备依旧停留在临摹练字阶段的那个丁真，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撑得过第一个潮流与复古的脑回路碰撞吗？总之，内娱圈的内卷化已经是彻底飞越了我们这些普通吃瓜客们的思想年轮了。因此，新我反省大家一定要回归现实。现在的这一对王大姐弟，只要活着，只要活好，其实就是顶峰相见的最大的快乐。